这个男人的耳机上被装了炸弹，如果他离开了座位，或者告诉其他人，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炸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要聊的是8.7高分的韩国电影恐怖直播。男人名叫尹英华，曾是一名事业不顺的电视主播，因一些原因被辞退后转型做电台主播。不仅事业遇到危机，就连婚姻也遭遇坎坷。作为记者的妻子离他而去，在一次偶然的电话采访中，他接通了一个炸弹人的电话。他似乎对电费的上涨非常不满，喋喋不休。无奈之下，尹英华只能挂断电话，却奇怪地发现这通电话根本挂不断。在这头怨气满满的炸弹人一言不合就说要炸掉大桥，尹英华一听觉得好笑，你咋不上天呢？就在这时，一声巨响，炸弹人说炸就炸。男主本以为是玩笑的电话竟然成真，此时的电台从上到下都不知所措。本想着报警的尹英华忽然改变了主意，觉得这次可以靠这个大新闻飞黄腾达了，就赶紧通知台长，把机器带上做一个现场直播，并保证收视率爆炸上天。当然，男主这也不是无条件的付出，作为交换，台长需要把尹英华官复原职。一系列的准备之后，就立马开始电话连线。炸弹人首先提出需要1笔有零有整的酬劳才会继续连线，为了保证收视率，台长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。在连线中，炸弹人很爽快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30年前的他为了养家糊口有活就干，于是选择了作为建桥工人任劳任怨。前年因为外宾的经过，大桥需要临时修缮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只能夜间施工。由于光线不佳，栏杆不牢，3位工友掉进水中，救援队却因为外宾来访时迟迟没有救援，导致工友命丧于水中。可气的是，보상은커녕 사고 한마디도 없습니다. 사람이 죽었는데 이게 말이 됩니까? 所以之前所要的酬劳，也正是工友们的赔偿金、丧葬费以及加班费。这次的事故是为了替他们讨个说法。炸弹人坚持要让总统出面道歉，如果道歉，就立马停止恐怖活动并且自首。大家听了后，显然都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太不现实，至此与炸弹人的谈话陷入了尴尬。为了缓和气氛，台长便临时替换了另一个女播音员继续主持。女播音员还在这边侃侃而谈，没想到的是，却被炸弹人引爆了他耳麦中的炸弹。这一炸瞬间让尹英华无比紧张，因为炸弹人告诉尹英华， 왜냐면 이미 폭탄을 차고 계시거든. 你的麦中也被植入了同样的炸弹，一旦你离开直播间，你的小命就没了。炸弹人犹豫迟迟没有看到道歉，就引爆了桥上的第2颗炸弹。这一炸让无辜的市民被困在炸断的大桥上，他们惊慌失措。此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炸弹人手中的筹码。如果总统再不出面道歉，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危急时刻，反恐队长来到演播厅，要求尹英华尽量拖延通话时间，以便精准定位。之后政府派出有一定代表性的发言人周警长，警长大义凛然，一副正义，称要他赶紧自首，话语中丝毫没有请出总统道歉的意思。忍无可忍的炸弹人就引爆了他耳中的炸弹，警长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牺牲了。尹英华看到眼前这一幕被吓得不行，但是这个台长的做法此时却相当令人鄙视，因为他不但没有安抚可怜的尹英华，反而让他激怒炸弹人，迫使让他杀掉人质，这样这个锅就完全甩到他身上了。总统也当然不用道歉了，担心人质安危的队长却不这样想，他希望尹英华先稳住炸弹人。可尹英华也因为选择了听从队长的建议而惹毛了台长，台长直接曝光了尹英华的受贿丑闻，也正是这个丑闻让尹英华从电视台下岗。危急时刻，尹英华顾不上自身丑闻，与桥上前期记者联系时发现，此时的大桥已经颤颤巍巍，濒临倒塌。在尹英华的再三请求下，炸弹人决定做出退步。可就在直升机接近大桥的一瞬间，不堪重负的大桥轰然塌了下去，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。面对自己的前妻和无数民众的死亡，此时的尹英华已经濒临崩溃。就在这时，警方终于探测到了炸弹人所在的大厦，特种部队全副武装准备抓捕，却没想到被炸弹人摆了一道，引爆了早就埋伏在大楼中的炸弹。被炸毁的大厦与电台相邻，死里逃生的尹英华还没回过神来，却又接到了政府的抓捕电话，因为政府决定将他拉出去备货，以炸弹人同伙的身份抓起来，给市民们一个交代。看到尹英华如此可怜，炸弹人才将实话告诉了他。原来他的耳麦中根本没有炸弹。尹英华慌乱地想要逃走，但他转念一想，如果他借此机会抓到炸弹人，就能洗清自己的清白。紧接着尹英华了解到，警方公布出来的炸弹人
早在2年前修桥时就已经死了，现在操纵的其实是他的儿子。明白了炸弹人的套路后，尹英华决定守株待兔，等炸弹人来到电台里。经过2人一阵激战，炸弹人失足坠楼。就在他命悬一线的时候，尹英华伸出了援助之手，但无奈特种部队早已发现了他们，一顿乱扫后，炸弹人身中数枪坠楼身亡。此时尹英华的手中只剩下了冷冰冰的起爆器，而对面的特种部队依然在疯狂扫射。这时他又在新闻里看到前妻被抬上来的尸体，生无可恋的他按下了手中的按钮，引爆了这栋大楼。至此影片结束。公布直播的厉害之处在于，在一个小小的直播间里就营造了紧张刺激的氛围，小小的空间，大大的格局，一个演播室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性的丑恶、媒体的势力、韩国政治的可怕。